好，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准备要滴眼药水。滴完眼药水呢，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去整出水。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四眼哥看世界的频道。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四眼哥祝我频道的观众们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关注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2个星期前做了一期视频预告，就是因为我在2个星期前会有一个眼睛的手术，那么我会把我手术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在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多多点赞、关注。我的点赞不是因为我生病了，大家来点赞，而是说，希望大家对我在这个病后出狱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做视频予以点赞。另外，本期视频的时间有点长，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会把我在这个患病和手术期间，学习到的一些眼科保健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提出一些眼睛方面的建议，希望大家喜欢。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视频吧。去做手术前的那个检查，早上就出门，现在还挺冷的，我们先去看一下医生，再做一下检查。今天是星期四，下个星期一就要去医院开刀了。看到了吗？哎呀，现在还得我自己开车。等回来的话，放了瞳孔，扩瞳以后就得要老婆开车了。现在这个左眼的视力下降的很厉害，是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然后2个眼睛合起来的效果就是视力肯定下降的很厉害。看看今天检查结果怎么样，然后希望星期一可以顺利安排上手术，因为这边手术的话还不一定能够保证哈。如果他星期天不通知，或者是通知取消的话，可能还要重新排期。这不是一个那种他所谓的紧急手术，所以经常会给一些紧急的手术去让位。好了，到了眼医诊所之后，第一件事要先扩瞳孔，然后再去验光，拍眼底照片。现在就在那个诊室里面等医生啊，那么已经拍了照，也放了瞳孔。现在这个眼底的情况就在这个屏幕上，等一下看医生检查怎么说。紧张吗？紧张哦。哎呀，这个诊所已经来了好多次了，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第一次来，然后就一直来。前2次也做了激光手术，现在是大手术，要做什么那个眼底的那个什么修复，是我认为挺大。医生说好像很稀疏平常，但是咱不是没做过，眼睛这么精密的手术。希望它是一个成熟的手术啊，不至于说做完以后效果更差。希望能眼睛恢复一部分视力，也可以继续做视频。Let's see for you. So we got this done here, and so we're ready for surgery. Yeah, Monday. On Monday. Yeah. And so you have that membrane in the left eye. Your vision's down. Yeah. It's actually a little worse than last time, all right? So it means w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okay, to do the surgery. Now you're here today to se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Like for the recent days I know. 因为在之前安排手术的时候，护士已经给了一个注意事项，所以我就把注意事项上面的一些内容呢，又跟医生核实了一下。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不需要太担心。
那么眼药水呢，就是在手术之后会给提供。还有就是手术以后的那个睡的姿势呢，也不一定是要就是趴在那儿睡。Perfect. So see you on Monday, okay? 星期一上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做门诊手术的医院。医院里面是不能摄像的，所以我可能只能偷偷的拍一下这件事。现在刚刚在医院已经注册好了，就等着叫进去里面换衣服，准备手术。这次也是一波三折啊，就是一开始是通知了我们是11月17号手术，后来又推迟到2月11号，就是今天。然后呢，他在上周四的时候又说，因为有一些紧急的手术要安排，要把我推迟到1月份。但是昨天他又打电话说，可以有一个临时的取消，可以给我安排进来。结果呢，今天早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电话说，可能前面的手术会推迟了，所以说可能还是要给我再改期，具体要再等到11点才知道。后来11点的时候没有电话，我们就来医院，那么终于可以那个接受这个手术了。现在滴了眼药水，第一个是麻醉药，第二、第三、第四是扩瞳孔的药，过5分钟再要滴一次。这个就是等待手术的区域，每人呢就是用帘子隔出一个空间来。那个2个眼药水都滴完了，但是还要再等据说要1个小时吧，因为前面还有2个病人，所以说现在就躺在床上等吧。医生在眼睛上做了个标志那左眼，因为手术是左眼，不要搞错了，所以就做了个标志。现在要等待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进手术室，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吧。因为加拿大这边是属于公费医疗的体系，所有的这个看病手术还有这些化验呢，都是属于公费来支付的，病人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一般来说，做个手术的话，病人只需要负担一些停车费，或者住院的时候需要负责一个就是电视或者是什么上网的费用就行了，其他的费用都不用花钱。这个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医疗资源的不太充足，还有一些资源被滥用，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造成了长时间等待。那我这次手术来说吧，原本安排的是11月17号，但是因为在这个之前会有一些比我更紧急的手术要做，所以就把我的手术又推迟到12月11号。那么在12月8号的时候呢，他们又打了电话说这个又有紧急的病人要做手术了，所以呢只能把我的再次推迟。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后来说给一个1月4号的时间。那么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过程中，它还有可能会有很多变化，但是我还算比较好运吧，在这个上周五，就是12月的不对，是昨天12月10号的时候呢，他们打电话来说，有一个今天安排进来的手术的病人又临时取消了，问我愿不愿意提前到原计划的12月11号，那我就同意了。那么这样的话还可以来今天才能来做手术。但是就在今天出门前的早上10点钟，又有电话说可能还要再次取消，因为前面有病人呢比较复杂，治疗的手术时间有点超长。他们这边每一个医生他都是安排好一个固定的日期，
每周比如说145啊，或是怎么样，然后来这个医院做手术。那如果他排的时间是8个小时，他如果超长的话，就只能把后面的或者是有些认为不太紧急的手术取消掉。所以病人做手术这个事情是非常一个煎熬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原定的安排时间能不能够做得上，或者是说到了安排的那一天你会不会被临时取消。那么就算是没有取消的话，到了医院有的人呢还是会被取消。所以在加拿大这个手术啊治疗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也有其他的病人试过，就是说癌症需要做化疗或者放疗，但是因为呢这个专科医生排不过来，一等就3个月，有的病人呢就是等不起，就只能到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去寻求这个医疗这个的治疗。还有就是没有条件的人一直等下去呢，也试过有的病人就是因为过度痛苦而选择了要求安乐死，就是这个都发生过。所以说公费医疗它有好有不好，那么好的地方是说让这个穷人也能看得了病不至于说因为看病而造成了经济上面的困难。也同时呢，也就是说把医疗资源呢分配给比较公平的分配给社会，而不是只针对有钱人的服务。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些资源因为被滥用，还有就是缺乏资源，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应该做的手术都会被推迟。那像我这个眼睛应该他认为是不是这个紧急的手术，但是呢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呢，它可能也会发展到一个比较相对严重的程度，那么术后的恢复效果可能就不太好。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承受了这一方面的一个痛苦，就是说明明知道有病也要排期手术，但是很长时间排不到。最离谱的是膝关节和髋关节的一些手术基本上等待的时间都在1-2年以上。很多人就是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因为你走不能走，或者走起来非常的疼等等，这些都是身边经常都有人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希望今天手术能顺利吧，然后顺利恢复好视力，那么我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视频，用四眼哥的眼光带着大家去更多的地方谢谢大家的关注。手术快到我了，还有10分钟，然后我先来洗手间了。回到了我的这个床上，还没轮到我看呢先上个厕所刚才。那手术时肯定是没有办法录像的嘛，我就从网上找了一些图片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呢，他会用2到3个这种比头发丝还细的工具呢插到眼球里面，然后对那个有病变的玻璃体部分进行修复。这样的话就顺带把那个有飞蚊的部分呢就取掉了，同时还会对那个视网膜前膜发生褶皱的或者是有疤痕的地方进行修复。然后呢再把一个充了惰性气体的这个气泡呢送到眼睛中，用以固定这个视网膜。这个气泡呢会经过1到2周的时间呢被眼睛中的组织吸收，那最后眼睛中的这个组织呢就是咱们人体自身的组织了。手术大概做了20多分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又观察了一下，然后让我换衣服衣服以后呢就可以把手上的这个静脉注射通道这个管子拔掉了，然后我太太就会来接我。现在上车了，准备回家，但是要先去拿一些去药房开眼药水，未来的4周都要滴眼药水，明天早上一早还要去看医生做一次检查看看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手术后的第一天啊，早上起来把那个眼罩啊、那些纱布都拿开，但是，眼睛是有光感，但是看不到东西。医生说术后的这个第一天是视力最差，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是没有产生那个就是1%的视网膜脱落就好了，等它慢慢恢复吧。现在再去诊所的路上去再见医生去检查一下。给我手术的医生呢，帮我做了检查，同时呢，诊所也拍了这个眼底的这个 OTC 的片子。他说看上去还很成功的，需要1到2周的时间进行恢复。恢复以后呢，可能的结果呢，要到时候才知道。到了手术后的第2天、第3天，发现眼底充血严重，有些担心，就打了24小时紧急电话。约了医生呢，在手术后的第4天再来看一下。To see Dr. Yes. Andrew. Yes. And then there was nothing noticed. And then the second day, my wife, when she was helping me to apply the eye drops, and she said the original the black spot was dried out, and then I thought that was okay because it's maybe the way it could be absorbed, right? And then the third day, yesterday, the first time I opened my lower lid, and then I saw a lot of blood there, right? Yeah. Come on in, let's look here, okay? There you go, chin in for me. Try to blink a couple times, all right? Open very wide. Good stuff. Look up high there, look up. Yeah. Look to the right. Good. Straight ahead for me. Blink, blink, okay? Blink, blink. And look at my ear. Down low at your toes. Beautiful. You're doing great, okay? So that's like having a bruise on your arm. It turns yellow and then goes away over 2 weeks. It's not dangerous. 医生检查之后说没有任何危险，让我放心回家等着。歇5天，他再休息10天，他说就好了。他说会好。希望好。出去，希望好，好了以后你就可以。今天是手术后的第8天，早上起来呢，先把这个眼罩去掉，检查一下。这个眼罩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到眼睛，造成进一步的受伤。我们现在看看眼睛的情况，还是有些红哦，但是看看下面，就是上面眼白的部分已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红了，应该就是在慢慢吸收，下面这块还是有一点红。那么医生说需要时间，第10天的时候我们医生约了再去看他一下，看看怎么样。术后第10天的检查呢，是由主刀医生的助理来给我做的，他说一切都正常。那我在做完手术的第1天其实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因为那个放进去的那个空气球呢，基本上把视线全都挡住了。从第2天开始呢，这个黑的部分就越来越少，一直到了这个第10天呢，还剩下一个小小的小黑点。但是他也告诉我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通过他的检查发现我的白内障严重了。那么他说这个视力模糊呢，很有可能是白内障因为手术的原因呢加速了，所以说会造成视力模糊。当然我想可能也有这个视网膜方面的一些原因吧，因为毕竟我走路的时候看的东西都不平嘛。And then I don't notice any floats anymore on my left eye, so That's good. that's good. Yeah. Have you been using the drops still? Yes, Oh, I eye drop? have 2 eye drops. The first one only used for 7 days, and then the Good. other one I keep use that for 4 weeks. Very good. Yeah. Left. Down and left. Straight down. Down and right. Right.
shoulder. Look up. Out and left. Left. Down and left. Down. Down and right. Right. Sit back. Okay, you're looking very good. The reason you cannot see that well is because you have some cataract there, cloudy lens. You have cataract in both eyes, but when you have the vitrectomy surgery, like you just had, the cataract comes along a bit faster. So we will refer you to see a cataract surgeon. 后来我查阅了一些文献，原来做完玻璃体切割手术之后，确实会对白内障产生影响，加速白内障的生成。看来这次又难免又来一刀了。不过这个应该是等到我本次手术的这个恢复期结束之后吧。他们会帮我约那个白内障的专科医生，可以先做个检查，到时候再决定手术时间。现在也只能把这个事情交给时间了，希望通过时间的推移，我的眼睛能恢复得越来越好。今天呢是手术后的第14天，眼睛的状况呢跟那个第11天的时候差不多，因为在手术后的第11天呢，眼睛里面的那个气泡就已经被吸收掉了，所以说呢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但是相似的地方呢，就是说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纱遮在眼睛之前。当然之前医生也解释过了，这就是因为手术呢造成了我的白内障进一步的严重了，所以这会影响到视线的清晰度。那么通过这一段时间从手术前的准备到手术后的恢复，我觉得呢还是很多体会的。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如何能够避免这么早就发生视网膜方面的这种损伤，而需要进一步做手术。任何手术都有副作用，所以我的这个视网膜前膜和玻璃体切除术呢，也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必须做的一个手术。那么其成因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的激光手术，那么在修复视网膜裂缝和修复脱落的视网膜的过程中呢，会造成了一些疤痕。同时呢，激光手术也会刺激玻璃体呢，它呢会对视网膜的前膜进行一些拉扯，造成了视网膜的一个褶皱。这个褶皱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变得非常的差。同时呢，因为视网膜这个前面的这个玻璃体因为激光的原因呢，会产生了更多的这个飞蚊的状况，所以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手术呢，听起来很可怕大家看前面的介绍也知道，但实际上它是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的手术，一般的经过专业培训的专科医生都是可以做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能不能避免这么早就发生这种视网膜方面的病变，然后需要做一系列的手术来修复？我的体会是说什么呢？最容易造成视网膜出现撕裂和脱落的这个情况的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一定要小心。我就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每个眼睛的度数都在600度，所以说长时间的这个高度近视呢，会让眼球变形加剧了视网膜呢会发生一些撕裂或者脱落的风险。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各种运动或者撞击。那么我这次呢，可能就是因为出去南美旅行，那么经过呢长途的这个车船劳顿，同时呢又经历了一天之内14个小时的颠簸的汽车行程，所以说造成了视网膜的撕裂。
那么还有很多爱运动的朋友，他们可能喜欢打各种球类，还有一些人喜欢做一些比较有风险、有刺激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蹦珠跳啊，或者是说是高空滑雪啊，还有就是包括跳伞啊，以及大家平常经常会碰到的过山车啊，这些都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出现一些情况。那么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防患于未然哈。如果大家对自己的眼睛那么要比较担心会出现一些情况的话呢，希望大家提前就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尽量呢不要参加这些高风险的剧烈的运动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发生任何异常的时候呢，也能及时发现。那这里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在看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眼睛里面有闪光，或者是有一些视觉的区域呢被遮挡，这些都是视网膜撕裂或者脱落的一个信号。如果发生这些信号了，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要立马呢马上去安排看医生。在加拿大这种公费医疗的体系中呢，确实很多时候呢都会把病程呢拖长或者耽误。但是呢，如果大家引起重视，去急诊寻求帮助呢，还是会由第一时间呢会把这个专科医生叫到现场给大家做处置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一旦视网膜发生了完全脱落呢，修复起来非常困难，大概率呢是会失明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引以为戒。我的这个手术现在算是康复第一期吧，因为医生说需要大概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知道效果如何。那么希望呢我的视力会慢慢好起来。那么之后如果需要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呢，那么配合白内障手术呢，可以把前面的这一层挡住眼睛视线的这个薄薄的这个纱呢给去掉的话，实际上就是换一个人工晶体，那么效果呢就会更好。当然如果视力会相应有所下降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说可能需要再重新调整眼镜的度数。但是总体来说呢，这次是有惊无险。经过这2个星期的康复呢，最起码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满意本期视频呢也是做了很长时间是我从发表这个个人视频以来呢最长的一集。那么感谢大家能看到最后。在这个视频结束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关注，谢谢大家，下期视频再见。